荷兰或者是其他这些欧洲厂商跟中国这边的一个对抗，应该没有办法去太持久。因为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固然现在感觉上好像是要说这一个非红供应链啦，或者是什么，或许在军事上，或许在安全上是有可能去达到的。可是你在一些民生用品，在一些供应链上面，要能够完全的去跟中国去划分界限，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错万或错都是川普的错，或者是说，其实就荷兰来讲的话，今天就变成是中国要不要抓住这个议题去。你要说软土生绝也好，或者再去针对荷兰穷追猛打，因为我自己其实在看一整来说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或者是他的一个贸易政策，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川习会之后呢，中美现在达成了共识啊，是休战1年，暂缓1年所带来对于双方的影响。而首当其冲的，当然最近大家看到是安氏半导体的风暴，怎么说呢？因为呢这场原本是荷兰挑起啊，声称是因为国安理由那所发动的这个企业接管行动，现在却让荷兰里外不是人啊。因为先前呢，荷兰政府信誓旦旦说他们要接管安氏是基于司法调查，强调跟政治无关。可是没想到这个白宫呢自己跳出来承认说，根据川习会在会谈期间所达成的框架共识，那么安氏半导体呢将恢复对于中国大陆的晶片出货。这证明这就是安氏之乱呢，根本就是在美方的压力之下，哈，最后变成了一场政治交易。现在荷兰里外不是人啊，当然大家现在在看的就是安氏会不会只是一个个案，这个个案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哈，在处理未来万一又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做？这个部分朱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们先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川普他的公布的这个协议哈。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原来安氏科技它就是说，在安氏半导体在荷兰政府介入之下，停止向中国大陆出货，然后后来中国应该这样讲是，他在这个荷兰政府介入之后，他更换了他的执行长，因为他原来的执行长就是文泰科技的这个创办人嘛。对。那么后来他一旦更换了这个执行长之后呢，中国大陆的文泰科技就停止向荷兰供货。那么作为反制的反制，那么安氏半导体呢也停止向中国大陆供货，所以两边都停住了。那当然这一次这个川普的在这个川习会后的宣布，就是说中国大陆会恢复向荷兰供货。当然，因为他们现在提供的是所谓的基础半导体基础晶片是提供给非常多所谓消费性电子产品啦，或者是汽车使用的这个晶片。对，所以他们直接影响到了很多汽车厂，都成熟制成的，包括像这个本田汽车，就已经在这个墨西哥厂就准备要停了。那你上日产，他是说他到11月的第1个礼拜就准备要停了。那所以川普是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做了这个宣布。可是为什么说让荷兰政府很尴尬呢？因为荷兰政府原来是说是基于这个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去做了这个介入，那么现在一揭露，原来这个是背后是美国的这个操盘，因为它其实原来荷兰介入是要避免这个安氏半导体，因为文泰科技被美国政府制裁之后，它也被美国政府制裁，所以他现在就是说，荷兰政府介入之后，它就不是文泰科技的。荷兰政府还是个主权国家吗？对对，所以它的问题是源头是出在它不希望被美国政府制裁，当然也有美国政府背后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希望它避免这个安氏半导体成为这个中国大陆可以跳出这个制裁的一个巧门嘛。对，所以其实我们讲说安氏之乱哈，它不只是现在让荷兰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啊，是变成了像外交上的一些风暴之外，其实它直接像是刚刚左老师所提到的，它重创了欧洲的整个汽车产业链啊。因为呢，安氏的产品啊，它是以成熟制成的晶片为主。那外界很多人都会以为呢，成熟晶片呢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些看起来是比起高阶晶片来说，它算是中低阶的这些成熟制成的晶片呢，却是车用跟工业晶片的命脉。进一步细看到，安氏的产能有将近80%都在中国大陆的安氏半导体。结果安氏被中方暂停了广东工厂的出口呢，就等于失去大部分的后端产能，也导致整个欧洲汽车供应链陷入了断链的危机。当然，现在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赶快解决，不然刚才也提到了，像尼桑啦，像一些这欧洲的一些大的车厂啊，哇，没有这些晶片怎么生产汽车？好，美国跟全球是不是
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忽略了成熟制程晶片的重要性跟它的影响力。黄老师，您觉得？其实大家对于成熟制程这个晶片，可能对字面上有点误解说，这个好旧啊，这个好像没啥人要用。但其实，在车用晶片或一些特规的晶片上面，成熟制程它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它稳定，它可靠，然后它的封测标准都是验证过的。再者，这个整个晶片的产业链里面，成熟制程可以说是整个晶片的最后一里路。那最后一里路走不好，你前面做的再好，那都是假的，你做不出最终的产品把它出去，对不对？那所以呢，今天不止整个汽车产业链，其实包含其他的控制器等等工业用的晶片，家电也是哈，家电有些也是使用这种成熟制程，因为它成本低嘛，你不可能今天我家电我装个 Blackwell 把它塞进去，对，然后说 AI 用不到那种算力，也没有那个电力，也没有那个电力，对，所以其实这个成熟制程晶片，大家放着放着，其实早年很多成熟制程慢慢移转到中国去下线开片之后，导致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各国都要去重视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也是渐渐的这个依赖性一旦形成了，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产能占了全球，刚刚特别提到将近90%啊。当你突然一下子没有的时候，全球都慌了，就整个乱了套了。是，就包含其实各种原物料，像早期的日本出产的氢氟酸等等，也都是一样的问题。我今天只要一个关键性的产品被某个国家在供应链上面掐死那个节点，都是非常非常危险，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黄老师，那你接下来怎么看哈？就是中国现在我们刚刚讲卡住了80%的后端产能啊，那现在慌的是荷兰，因为他们想办法要解套。现在除了传出说呢，有被要求要恢复前执行长就是张学正的职务之外哈，当然这个美方的压力之下呢，我们也看到荷兰的艾斯摩尔，其实在 EUV 这个部分呢，它的出口是被管制的，甚至是被限制住，没有办法卖给中国大陆哈。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可能的谈判交换筹码之一呢？我觉得在短期上其实荷兰的解套这件事情，它本身比较复杂，它会升级到整个国际关系上，然后还有整个政治协调的筹码上。但在短期上，可能要做适度的让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与其说是荷兰政府解套，应该说现在的在于说欧洲汽车同业工会他们如何去表态整件事情。所以未来很明显说，至少中长期从1年半个月后到1年这段时间，他们必须不断的去捞各地剩余的产能，至少先补足他们目前欧洲残存的车用晶片不足的这个问题。所以可能多极化的供应链表现会可以减少在政治协商上面的一些损失。那至于能不能解套，这还是得看我们川普如何去发话，以及如何去走下一步。OK， 这个问题同样的想请教一下林老师，您又怎么看？因为接下来对于荷兰来讲，他要想办法先是解套，不然的话影响到是整个汽车的供应链。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一个整个我们讲的安世之乱啦，对于欧洲国家或者对世界国家来说都是上了一课。就是我之前其实全力去支持你美国政策，可你现在美中关系感觉上看起来还是有点改善了，缓和了。那我变成是不是里外不是人？那是不是我之前面所说的会变成我日后跟中国进行贸易上面的包袱？这一块其实是现在各国大家会去思考的。那我个人会认为的就是说，荷兰它当然其实我们常说荷兰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知名的品牌或什么的，跟中国这边的一个互动性其实是很强的。那这件事情如果既然上升到国安跟外交的等级，那现在解套也会是回归到国安跟外交的等级，对，会变成的是就商业归商业。那你刚刚其实黄老师有说是不是会去搜刮一些他其他的产能啦？那除了这一些之外的话，我自己会认为的就是荷兰或者是其他这些欧洲厂商跟中国这边的一个对抗，应该没有办法去太持久。因为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固然现在感觉上好像是要说这一个非红供应链啦，或者是什么，或许在军事上，或许在安全上是有可能去达到的。可是你在一些民生用品，在一些供应链上面，要能够完全的去跟中国去划分界限，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
那当然，今天这边也会去取决于说今天的一个美中的进程，或者是中国之后对习近平来讲，他要不要利用这一个机会来去跟欧洲这些国家去进行一些新的互动，因为这些互动是有可能会去让双方都去解套，对，甚至是对于荷兰来讲，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去摆脱目前的一个困境。其实我想进一步请教您，因为我们刚刚特别点到了荷兰在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中美角力当中的尴尬之处哈，原本就是可以说是棋子吗？或者说当成一把刀啊，借刀杀人。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缓和了之后呢，就被放在一边，或者说现在问题摆在那边，你必须想办法解决。然后白宫方面呢表态说，要恢复安氏晶片出货，而且呢暂停实施刚刚特别提到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也就是说，当初逼迫荷兰出手对付安氏的这个杀手锏，现在破功了。那破功之后呢，想办法要收拾残局嘛。那美方这一步棋呢，看起来啊，好像是对中方大举让步，但是就是把荷兰拖进了一个更尴尬的位置哈。因为荷兰现在得罪中方，可是又不能得罪美方，这就是荷兰现在的尴尬。那更尴尬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安氏的母公司文泰科技，他们已经正式的要求荷兰政府恢复前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啊，作为重新开放中国工厂出口的前提条件。所以可以想见的是，张学正的职务应该很快就会被恢复，对，是不是？我会觉得是会这个尽快会恢复。所以变成夹心饼干的荷兰啊，刚刚你已经点到了他们的尴尬哈。那接下来在处理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过程，总不能说，这个之前都是一场误会吧？这边的话，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千错万或错都是川普的错，或者是说，其实就荷兰来讲的话，今天就变成是中国要不要抓住这个议题去，你要说软土生绝也好，或者再去针对荷兰穷追猛打。因为我自己其实在看一整来说，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或者是他的一个贸易政策，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因为这一个东西其实倒不是我今天把荷兰赶尽杀绝，对中国没有好处，反而是现在适度的停手，会让未来更多的欧洲的国家或厂商，他不会再 all in 去挺美国。反而是我是不是要双面下注？在我支持美国政策的时候，是不是我自己跟中国这边也要留一个后路？我会觉得，就一个长远性来看的话，那个或许川普他只是为了他的其中选举或者是之后，可是对习近平来说，他要会想的是更长远的中国整体的产业。我会觉得在这一块，或许中国这边是有一些可以让步的空间，不要那么一个穷追猛打。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美方把这个状况给搞出来了。那荷兰现在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可是总不能让荷兰自己去面对这个残局嘛？你觉得美方会出手吗？我觉得美方的一个出手，或者是今天美方就是说暂缓1年了，那什么时候我们1年再说？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你荷兰你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自主权，但是在这一块的话，当然还是要再去看川普在这一边的一个整体跟中国这边整体的一个互动。所以其实这里的话，还是我说的，就是对各个国家都会是一个警惕。对，老师有没有要补充？您觉得接下来的后事？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已经任命了新的执行长，所以这个新的执行长用什么理由让他下来呢？这是更尴尬了。那当然，所以他变成荷兰必然要完成他的所谓的司法调查。对，那司法调查要有个结论说，这个之前这个替换的决定可能是违法的，或者说发现这个原来所担心的事情不存在，那么就结束他的调查。那么再做职务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因为任命了这个新的执行长，所以会比较复杂一点。所以现在让这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常常听到一句话，古人有说“三思而后行”啊。就来看美中之间的科技争霸，就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中美大打经贸战的同时啊，中国大陆在晶片技术上面又传出有了重大的新的突破。这个是北京大学人工智慧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孙仲，他所领衔成功。带着团队呢，研制出了一款基于组变记忆体ReRAM 的高精度可扩展模拟矩阵运算晶片。那首次呢，在这个计算精度上面达到了可以和数位计算相媲美的水准。在大规模讯号侦测这些相关运算当中呢，这款记忆体的效能也比现有的 GPU 要提升100倍，甚至号称是有1000倍啊。另外呢，武汉大学专案研究团队也宣布，在北斗高精度定位和授时晶片研制，还有就是通导遥一体化应用的领域有重大突破，研发出了北斗高精度定位 SoC 晶片啊，跟这个室内室外无缝定位的模组
打破了高通还有博通这些国外大企业的技术封锁。现在看到就是说，包括北大、武汉大学这2个团队在晶片研发上面纷纷传出这样的一个突破的消息啊，证明了是不是说中国大陆的晶片技术确实，我们常常在讲说只是时间问题啊。那骆老师怎么看它？也代表的是不是说美国先前我们所提到小院高墙、围堵、封锁，其实效果真的不大？在这里我们必须肯定中国大陆它在理工这方面的发展确实是越来越进步。中国大陆1年有200万以上的理工系毕业的大学生投入的这个职场，所以对于它的 AI 的这个发展跟晶片设计的确是有很大的加分作用。那美国我们知道在半导体领域里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掌握全部的供应链。美国在 IC 设计它是最强的，台湾在晶圆制造最强，日本在这个特学化用品不错，荷兰在这个设备是很强的。那南韩呢是在记忆体是很强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主导所有半导体的供应链。所以那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出来，表示它在自主设计跟材料创新里面获得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将来真的能够运转量产，那的确是在 GPU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可是中国还是要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它还是没有办法生产最先进的晶片，7奈米以下的，它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它目前还是输给我们的台积电，还有日本，还有韩国的三星，这是无可厚非的。第二 ，EDA 这软体的运作还是要靠美国不管是新思科技，还有易华科技，还加上德国的西门子，都掌握 EDA 的设计软体。第三，它的设备还是要靠 EUV 啊，那它现在没有 EUV， 它都是用 DUV。那 DUV 能不能够做出 EUV 的这个效果，它受到高端设备材料的限制。第四，它在封装测试这部分里面，因为它没有先进的晶圆代工的晶片，所以封装测试它也没有办法达到先进。目前这一部分还是台积电是领先的，台积电本身就自己制作封装跟设计。第五，这个是实验，这个是不管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它是一个实验，它也没有办法达到量产，它有没有做出很好的良率，它怎么能做出一个整个生态系？这对中国来讲还是一个考验跟挑战。但是我们相信他有做出这个，这也是迈出了一大步，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替他们高兴但是要完成这所有的晶片自主能够全部的供应链你都能掌握，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还是那句话，不要低估了中国大陆科研的实力啊！因为科技研发的话，除了一方面是要寻求突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想办法呢，就像美方现在做的，要封锁啦、围堵啦，要拖慢对方研发的速度那双管齐下才行。但是中间的漏洞也许很多那特别讲到人才的部分，在成熟晶片的这个部分彭博10月23号有报道说，最近大家这个吵得沸沸扬扬的，说这个荷兰代理经济部长呢，他就援引了冷战时期1952年物资可用法出手接管了中国文泰科技有持股的晶片制造商。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安氏半导体还罢免这个安氏的执行长张学正。北京方面立刻就祭出了反制，就是什么呢？切断中国广东厂跟荷兰母公司的营运联系，并且呢恢复向中国大陆国内供应半导体，所有的销售呢也都必须以人民币结算这样的规定。好，所以邱老师看到这次我想先问的是，荷兰的这个动作后面一定有来自美国的压力吧？我觉得美国的把安氏列入那个实体贸易实体清单，是一个点，一个开端了。对，但是这个不是仅仅只是封杀或者是为了压制中国的晶片科技这么简单，这背後有非常大的商业利益。就我们在看这一整个事件的发展，有非常多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我们目前很少看到，因为国际贸易或是公司在全公司的治理或管理的模型架构。这个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并不是说在荷兰的公司他们就有一套特别的做法，美国公司有另外一套特别的做法。就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这么成熟，已经这么多年的情况底下，一家公司里面决策董事会做什么事，执行长做什么事，底下每个部门做什么事，公司的所有权应该是怎么样计算？其实这是你英国公司、欧洲公司、美国公司都是一模一样的，它包含台湾的公司也一模一样。但这次荷兰为什么直接援引1952年物资可用法？就是
他知道直接去干涉，就是在现在这个公司治理架构、全球的公司治理架构底下，这会打开一个非常不好的范例，而且一定会被抨击。所以他援引了一个非常冷门的战争法案，它要有一个法源依据。对，但是谁告诉荷兰政府要援引这个战争法案？这不仅仅只因为美国政府只做了一件事情，美国政府就是把安氏放到那个清单里面。那到底是谁策划了一整个从荷兰政府发动的这个？如果我们大家知道安氏半导体的背景，安氏半导体在2017年，它原本是飞利浦转投资的子公司底下再分支出来的，它其实不赚钱。它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快要倒，在那个时候才由这是中国大陆的这家公司去买了以后，在2022年、2024年分别2次重大投资，非常多的钱，然后把这家公司救起来。文泰科技才入股。对，那文泰科技好不容易把安氏半导体盘活了，救起来。那现在美国把这家公司列入贸易实体清单，其实对安氏半导体本身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本来就有除外的，因为欧洲的部分其实并不受这个法案影响。但是有人，我们目前听到有很多，现在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内幕消息，就安氏半导体本身内部有人想要再把这家公司买回去。因为2017年的时候它是赔钱的嘛，但是现在安氏半导体非常赚钱，而且我们在看未来，包含5G 还有新能源车上面会用到非常多安氏半导体生产的这些芯片。对，过去可能用不到，因为过去新能源车没这么多。那现在新能源车以及人工智慧这些新的开发场景应用都会用到安氏的产品。那安氏，所以大家就影响就变得很大了。对，那我们目前在看，就是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谜团，并不是像外面媒体所讲这么单纯，就只是荷兰政府想要发动。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安氏半导体内部有人配合，荷兰政府是没有办法做这个。而且我们常常讲说是个案研究哈，这个个案会不会只是单一个案，还是说此例一开以后呢，大家比照办理啊？大家都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哈，后面有美国的压力吗？当然有美国压力啊，这个 definitely 啊，对，这个是从川普1.0就开始，就像欧洲国家有在科技方面、通讯方面施压，不要让中国进入你的供应链或当你的供应商等等啊，或经营什么能源公司之类的。所以这个大概是2018年就开始了。那拜登政府有延续川普1.0相关政策，那几乎欧洲国家都配合，哪有公开反对美国这方面？所以其实，在欧洲不管是左派右派，因为其实很多在过去几年，欧洲主要国家换政府的这个现象真的是很普遍，不管是英国、德国等等。我们现在讲，但是不管谁执政，他们几乎在这方面就是抗中都是算是一个欧洲左派右派跟美国一个大的共识。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讲说美国给压力哈，不管是这个国家像荷兰，或者说它的这个企业哈，比如说像是艾斯摩尔啊，他们现任的 CEO，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他就是在2025年第3季度的财报大会上面表示说，虽然说中国大陆的企业在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啊，刚才也提到光刻机啊，仍然有很高的需求哈，但是中国大陆自己也在研发开发自己的光刻机，准备在未来要抛弃并且替换掉艾斯摩尔的产品。那彭博也报道，就是现在讲到这个安氏半导体呢，他们是采取欧洲研发、中国制造的商业模式，设计重镇放在欧洲。中国大陆的工厂呢，负责全球70%产品封装的业务。但是在北京实施了刚刚讲反制措施之后呢，就是影响就大啦。这个欧洲主要汽车零件供应商也传出，最快1个礼拜之内就可能面临晶片断料哈，所以你看像是福斯啊、宾士啊都传出灾情啊，希望真的不要越走越坏。好，所以也看到了荷兰总理就出面，管家表示说，哎呀，荷兰政府啊出面来接管安氏半导体的行动，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啊，不要误会啦啊！中方呢现在就要由他们商务部长王文涛啊，预计在新的一周要进到这个布鲁塞尔去进行会谈啊。所以其实荷兰政府在出手前，难道没有想过，就算来自美方的压力，没有想过这后续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啊？周老师，我认为这个很显然是荷兰政府的一个错误的计算哈。我想我们先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简短讲一下。安氏半导体的这个持股公司是这个文泰科技。
文泰科技在2024年12月就被美国制裁了。所以当时文泰科技怎么做呢？他就把他的，因为文泰科技其实这家公司是全世界第3大的这个所谓的代工厂，就是手机代工厂，它是苹果在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生产商。所以他在被制裁之后，他就把他的这些工厂呢，准备出售给立讯科技，在广东非常大的一家公司啊。那所以当然这个当时就涉及到这个安氏半导体的问题，所以当时荷兰政府表示说，这个制裁不会影响到安氏半导体啊，这个制裁只适用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文泰科技，不会适用于文泰科技所持股的100%持股的安氏半导体。当时是这样讲。当时是这样讲，但是当然，如果当美国有压力来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想怎么样避免安氏半导体受到影响，所以他可能看到了文泰科技所做的一个做法，就认为说未来是不是文泰科技可以把这个股份呢就转移给荷兰企业啊，或者荷兰政府，或者荷兰政府暂时接管，然后以后再转手。我不知道荷兰政府怎么算，但这一步显然是算错了。因为他这一次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太过的仓促，而且他要求就是换掉这个安氏半导体的执行长张学正，张学正就是文泰科技的创办人，非常有趣的是张学正是毕业于这个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也被美国制裁了啊。那么张学正他是出身这个意法半导体通，后来也在这个中芯科技、中芯通讯做过总经理的这个特助。那所以他当然就是说，他创办这家公司也算是一个很传奇性的公司，因为很快成长很快嘛。但是荷兰政府这么一做哈，就反而引起了中国大陆这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反击。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看到的不是荷兰，他看到的是荷兰背后的美国。对，所以他等于是就是要避免美国运用荷兰来这个压制中国大陆。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思维是这样，但是荷兰政府可能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它，纯粹只是希望当然我这也是我对荷兰政府的解读，就是扣除掉美国压力之外，也是希望说，安氏半导体不会成为美中角力的一个焦点，结果反而适得其反。这不是已经 too late 吗？已经晚了，误判已经晚了，已经。我不会说误判，但是问题是这个已经是变成欧美之间针对中国的一个重要议题了。对，所以已经 too late， 真的 too late。对，所以现在不管是借刀杀人也好，或是隔山打牛也好，是间接的施压给荷兰，让荷兰去来对付这个刚刚我们讲说文泰科技在安氏的持股的这个问题。那对美国来讲没有差，因为影响的不是荷兰吗？美国对这些就是跟中国有关科技的相关出口限制，或像不管是 ASML 去日本相关公司是啊，美国都是以一个大动作的正式方法来实行正式了。他们不会，目前美国不会考虑那个是旧科技了，成熟科技了。虽然我们都会认为，Nexperia 安氏的这些晶片就是提供给汽车，不是提供给解放军的最新科技了。对，应该没有关系了。我的意思是，但是美国的政策都是第一个动作就是好大的动作，通通全部都禁止了。对，我的意思是说，不管光刻机也好，不管是现在提到的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晶片也好，它影响到的是荷兰的出口，但是对美国来讲没差。影响的是你荷兰，不是我美国，不是吗？我觉得这个美国不是这样考量。OK， 美国就是考量中国手上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科技。这是美国要所以透过各种的管道想办法，就是达到我们刚刚讲说唯一。当然美国的想法是我们美国要永远领先。所以要禁止就禁止。我说什么设备或软体输出到中国去，要禁止就禁止，这个是目前美国的政策。所以我刚刚说，美国都是以这个概念来实行政策，不会考虑到那才是旧科技所以简单来讲，美国逻辑就是为达目的了。所以黄仁勋常常批评了 ，OK， 对不对？他常常批评说，我们要为了维持领先，不要禁止旧的比较成熟的科技输出到中国。他说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是商用的科技，不用担心的。在中国大陆最近有一场展会备受关注啊，就是10月15号到17号，那第2届的湾区半导体业生态博览会，简称湾星展，在深圳福田会展中心正式开幕。
来参加的有蛮多的国际企业啊，包括像是我们所熟知的艾斯摩尔，还有泛林半导体、住友化学、日立等等哈。那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新秀新凯来也有参展，而他们旗下的万里眼技术有限公司呢，也在这次的展会当中出现。网络有资料显示啊，新凯来呢，他们是出自于华为2012年实验室啊，是由深重投啊，这个深重投是简称啊，其实它的全称是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全资控股的，它是一家100%国有企业。那么新凯来官网的介绍呢，它的全名是深圳市新凯来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半导体装备跟零部件、电子制造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服务。不过这个更专业，这个进一步要请姜老师带我们来看啊，因为现在最近提到了半导体，尤其说这未来会是大陆之光的，就包括像北在上海这边有宇升亮，然后呢南有新凯来，不过新凯来的宇升亮也是新凯来的子公司嘛。是先这样说哈，为什么今天会跑出这间公司来的话，主要还是受到美中贸易战。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先进制程，就是3点，就是我要新材料，我的制程微缩，然后再就是我的先进封装。目前看起来制程微缩的 EUV， 那美国应该还是目前是不可能卖给中国的。那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新凯来就是想要去突破这个制程微缩的部分。那同时呢，除了制程微缩外呢，我比较快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能的话呢，我只能走先进封装，走封装嘛哈。新凯来的设备你去看，它其实就是遍布于这几个刚刚提到的3大领域里面去走。它其实你发觉它的产品代号蛮好玩的，就是所有的群山哦，什么赤霞山、武夷山、峨眉山、三清山、普陀山哈，就是有山有佛菩萨什么东西，就世界大战的感觉。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是在过去来说，我一直不断的去关心新凯来它到底去推出了什么专利，那其实还蛮有趣的，它也是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经过10月15号的这个展一展的时候，发觉很好玩的事情，新凯来概念股啊，竟然跌了10%。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有去看展，他发觉说都是模型。那我觉得第一个，因为他今天是受中国的重点业务也扶植，所以他必须得在很短的期限内拿出一个成绩。那我一直常说，其实在半导体，它在开发设备，它有一个周期。以某一家公司为例的话，就是我要先3年的 demo， 然后再到他们的那个测试的一个 committee 里面，之后再到3年，3年完之后再试量产，再3年。其实整个设备的研发期程要10年。以台湾来说的话，那新凯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因为其实中国从古往以来，他们包含很传统的工具机，他们其实都是习惯用逆向的方式。那也许我在短时间的突破没有问题，可是我真的要完成整个子系列的世代的话，我还是需要给他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所以姜老师您怎么看？因为这次展会，新凯来特别有号称说要端出31款新发布，而且要实施量产的。他说未来要实施量产的半导体相关设备那覆盖晶片制造5大核心技术。因为其实刚刚也跟主持人报告，就是其实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所以有请人家来看一下说，因为我有去看实际的展啊，然后后来发觉都是模型，其实大家我觉得投资者一看也是模型，我觉得所以导致说它的整个概念股整个崩盘崩10%。15号到现在。好，不过现在看到说新凯来它的这个股权架构，我们来看因为它是100%的国有企业，然后呢，它号称是拥有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现在已经有100亿订单了所以说650亿的这个估值因为它是外界给它估的这个价值大概有650亿哦。那大陆国产设备国产率就是国产化的这个比率呢，希望从现有的5%要提升到60%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大陆的晶片自主化，也就是呢，大陆因为现在被美国封得死死的当然也许有漏洞，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已经知道他必须要走出自己一条路。所以聂老师怎么看大陆自制晶片的国产化的这个比率不断的提高，其实就是在提高自己的自足率嘛那在没有办法进口被美方这样子围堵之下，这个也是必然的现象但怎么样看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新凯来的技术水准
因为刚刚姜老师也特别提到说，这次展会当中大家看到是模型，可是也许是他先给大家看模型，但是他私底下，因为他也怕美国人在看，不是吗？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模型啊，不过我想请教主持人一个简单的问题啊，请问大陆要自主化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觉得呢？当然，习近平上来之后，他们有非常多的大动作。我先讲有钱人使鬼推磨。请问一下，辛凯莱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他在2012年，当时是哪一家公司里面的实验室？华为。对。他出来之后呢，好，2年后中国做了什么大动作？大扎大经济一起计划1387亿，为了什么？就是要大肆扶持半导体晶片。那你刚刚讲深重投，全资控股，我跟你讲，他们是大量在做。当然你也知道，当川普在打了1.0版，在打这个中国晶片的时候，因为他当时的版本就是抓着你的 China Creation 2025， 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写的文本。你要知道，这前一年就是2014年，非常多的大师在2013年他们到德国汉诺伊参加了汉诺伊的自动化会议，回来以后直接跟德国签了中德工业4.0，是这个是他们开始要起飞科技的那个起点。那这个节点还有历史，就我那时候也在另外一台有台里面讲，在10点在创富新闻每次在讲什么，讲华为、中兴一直被美国挡，为什么呢？奥巴马已经受不了这2家这么厉害的公司一直要吃他们的路由器当做网路，这2家公司他们号称不管华为是不是号称民营，但里面的实验室当中国就要扎钱，所以就把它抽出来，在2012年都在那时候拉出来以后就重资投入。我先跟你讲中国在丢的时候，因为美国就要质押它，所以在2018年质押之后，2019年他丢第2期的大经济计划，去查就知道2000多亿。现在因为这一次打越烈，才2023、2024打了3000多亿。中国有没有在进步？其实经济可以打，它的规划5年规划可以。科技太难了，就像刚刚讲的说，你制程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有钱人使鬼推磨。你看这次接的那么大订单，中芯国际啊，从2001年是台湾人嘛，张汝京股票被卖了以后，带了他德州仪器的一些教会朋友去成立了一个公司跟上海实业，现在25年了。他有没有成就？也有啊！你看那个 Pro 这个 Pro 60，以前那个不是美国商务部长去的时候，华为秀他一个手机，说你也做到7奈米啊。他们也在做，但是他们的技术或良率什么都还是有一点需要考验。我是觉得辛凯莱，你看这次接到他们的100亿大订单，长江储存、中芯国际，我跟你讲，他们也有算是有个 ecosystem， 也就是他们的产业供应链，其实也已经俨然形成了。是。我跟你讲，我是这样想，可能我比较过于乐观，不管模不模型啊。我是觉得这种现象很可怕，也就是他们在，我讲这个清楚嘛？中国是什么？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个社会主义的什么市场经济？是。那这个当然西方会调侃，这个根本不叫市场经济，它是具有中国特色，国家集权，国家扎钱就扎钱，国家控股就控股，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没有错，它的很多最高端，像先进制程，刚讲这个制程萎缩这些地方，的确被控制得很惨。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要突破，的确也很难。但他们在突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定的进程。比如 H20、H100， 你给我，你不要，你设计了一个算力降到28%的给了我。对，那时候我们还是想要，结果你来以后发现我们也有了，对不对？我们全部把你退回去。你问那个寒武纪这些东西，他们也都是差不多就把你退回去。现在你辉达啊。只要经过美国认可可以过来，他们几乎也不要了。所以其实技术上面不断的在追求突破哈。那这个技术部分呢，请教姜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啊，科技媒体啊叫做 WCC F 然后 Tech， 他们报道说台积电在台湾本地将会展开1.4奈米生产线的初步建设，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呢并不打算使用艾斯摩尔最新的这个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光刻机，而且呢，在未来研发 A14的时候呢，必须会采用试错法来改进他们的制程啊。那这个部分怎么看？说实在的，我今天如果去投资一个这么贵的设备做出来的东西，结果是什么？太贵了。光刻机真的很贵。那做出来的 wafer 也很贵。所以变成说，其实你去看台积电，它的技术来说，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去，比如说什么7奈米可以做到7N，5奈米做5N，他们其实透过他们的自己的制程改良，就可以得到一些非常好的效果。那其实1.4奈米我们叫做14A 啦，那也许14A 往下走，才有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么先进的光刻机。那说实在的，那目前来说，我如果能用技术去克服的事情，我觉得依公司投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以技术克服为主了。那如果台湾做得到，中国大陆不是也做得到吗？因为主要的话就是还是回到一个点，就是我制程微缩的机器被美国卡脖子嘛。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大概看到中美的科技竞争的时候，都是请国家直立，尤其是中国大陆
刚刚聂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国家作为背景，现在美国也看到了，所以川普说，那我美国现在也要来投资我的这些大型的企业哈。纽约时报还有路透啊，我们综合他们的报道说，贝森特就是财长呢，在这个 CNBC 啊投资美国论坛上面，他就宣布呢，川普政府要透过增加关键企业的持股，来收紧对战略产业的控制。那现在呢，夯不啷当总共有7家左右的这个大企业啊 ，Russ 怎么看哈？怎么样能够保证啊？因为你今天入股，你的持股比例如果不足以能够去成为这个去 handle 或是决策这家公司未来走向的话，那这持股有什么意义呢？你觉得？太早，真的目前太早，因为美国过去虽然其实很多人认为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其实美国有了，尤其是曾经有经济危机的时候，不管是40年左右，那个时候雷根总统也是投资Chrysler 汽车公司了。那2008年，美国政府也有直接来投资一些金融机关，对不对？所以不是过去美国没有这样做，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做都是在 crisis 的时候。那这次虽然有贸易战，但是不是像那几次一个 crisis， 美国就开始投资。还是川普觉得现在已经到了 crisis 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讲了，对不对？Everything is okay， 所以他不会说现在是 crisis， 只要他在执政就不是一个 crisis。那你觉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问题来了，因为川普政府只会执政4年，对不对？所以他们只有上下3年多。那到时候如果这些公司，不管是 MP Materials 和 Intel 等等，如果要增资的话，说他们向他们的股民、投资人说我们要增资了，那如果美国政府也持股的话，那美国政府会拿钱来增资嘛？这是很大的问号。但是目前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是。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挑战，对不对？就是你说未来遇到刚刚你讲的那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好3年以后、4年以后 ，Intel 突然说因为市场情况等等的因素，我们要增资了。那美国持股那么多，那美国政府会立刻拿钱来增资吗？对，真的不知道。辉达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啊，最近他出现在美国城堡证券参与2025年全球市场未来展望人工智慧与下一个成长前沿的这场盛会进行做对谈。那么他特别谈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呢，他就语出惊人说啊，他说美国出口管制啊，让辉达100%退出了中国。那曾经在辉达这边呢，是在中国大陆有市占95%的业务啊，恐怕未来都要归零啊。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原先95%，现在一夕之间有可能会归零，怎么办呢？那因为针对美国对中的 AI 政策呢，黄仁勋就因此呼吁啊，说要退后一步，回归第一原理。并且也指出了 AI 竞赛的关键是赢得开发者，而中国大陆呢，拥有全球大约50%的 AI 研究人员，还有包括顶尖大学浓厚创新的氛围啊。这个7月份呢，黄仁勋在北京也曾经告诉过媒体记者，他说技术领先需要庞大的市场。他还特别讲了一句话，针对华为的，他说任何低估华为和中国制造能力的人都非常天真。所以黄仁勋是不是意有所指？美中之间其实应该走的是竞合，而不是竞争，是这样子吗 ？Russ 怎么看？黄仁勋他的立场是非常清楚，他一直说，美国不要管那么多了，不要限制那么多了。他说至少中国会 catch up。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非常熟悉科技业，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这个能力，就是追上只是迟早的事情。世界跟钱的问题，但是或许不管他们投资多少钱，有多少人力，那或许会未来几十年还是会慢一步，不管是美国或台湾。但是迟早都会 catch up。那黄仁勋也是很积极，就讲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他真的认为这些管制是没有意义，而且他也很坦白说了，他觉得他 NVIDIA 在中国大陆的 customers 客户
不是军方。所以人家说，你的镜片是中方会拿来用在军事设备、武器等等。那他一直否认，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立场不会改变，不管美国或批评着媒体、学者说什么国会议员等等，他还是会继续保持这个立场，说，我的 customers 我都是私人企业，不是政府，不是军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黄仁勋啊，认为说他其实是蛮适合当外交官的哈，但是他现在面对是两个非常强的，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习近平，他夹在两个人中间之间，你觉得他那个角色要怎么拿捏？Be everybody's friend， 对不对？很明显 ，Be everybody's friend。他的 approach， 他的 style 就是还是跟大家都保持朋友。所以今年我已经忘了他有几次去白宫跟川普见面，而且有公布什么美国大型投资案，NVIDIA 都有加入一些 data center 等等啊。那另外，川普去中东的时候，去沙特阿拉伯，黄仁勋也有参加。对。最近，川普总统的9月份去英国的时候，黄仁勋一样有参加了，也宣布在英国打投资案子，对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啊，他跟川普总统的这个 cooperation 这个配合度是非常到目前为止非常顺畅了，而且很明显，川普希望他，这个很重要。如果川普觉得我跟这个人合不来，那川普总统就不会那么多次邀请他来白宫，但是很明显，川普认为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企业家，所以我们也不排除，也许 APEC 他有可能会跟着川普一起去。如果有的话，不会意外啊。好，因为我们讲到的黄仁勋，其实大家就会想到他先前的那个被他被他取代了，就是马斯克哈。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黄仁勋似乎有刻意保持跟川普之间的距离，你觉得为什么？我不会做这个类比了，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Musk 觉得我要虽然我是X 平台，我是 Tesla、SpaceX 董事长，但是我那个时候为了帮忙我的好朋友川普，那我就愿意几乎是 full time 全职来加入这个 DOGE 这个 Doge， 对不对？所以从1月底到5月初。他几乎都是 full time 全职，都是在白宫做这个政府的改革。那黄仁勋从来没有这样做，对不对？黄仁勋我们都知道，他忙着飞来飞去中国，飞来台湾，参加论坛，接受媒体访问。另外还要去新公司啊，跟川普去中东、英国等等。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从来没有 full time 跟川普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个类比是我不认同了。OK， 其实每个人的考量是不同的哈，因为这个。当然，黄仁勋跟马斯克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对黄仁勋来说，要追求企业获利，追求增加营收是他的主要目标。辉达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哈，虽然说已经连续3年下滑了，但是到2024年年底啊，大家算了一下哈，中国与香港合并的收入仍然达到了171亿美元，年增66%，占全球营收的13.1%。蛮多的哦。好，今年7月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辉达曾经申请 H20晶片出口的许可，但是几经波折呢，中方最后是决定不买，后来还衍生出说要不要再卖一个 B30A， 当然也被卡关了啊。那中方的技术团队靠着庞大的工程师啊，正在协助中国大陆的企业，像是适配通义啊、DeepSeek 这些国产模型，要追赶辉达晶片的效能，而且要挖掘现有硬体潜力的性能。另外讲到这边，特别刚刚老师也讲到人才，聂老师也讲到说，其实华为也挖了很多辉达的优秀的工程师啊，所以中方现在看到他们领先的 AI 公司，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DeepSeek 啊，还有阿里巴巴、月之暗面啊，这些在训练大语言模型 LM 仍然是重度依赖辉达的 GPU。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大陆国产的 GPU 什么时候会取代辉达，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这个连黄仁勋都非常的关切在意。黄仁勋也坦白说，他说目前辉达所有的股东都预测假设中国大陆的业务万一变成零的话，但是他仍然对川普的政策调整抱持希望，希望继续向美国政府解释、提供资讯，争取改变。好，争取改变，川普会接受吗？老师怎么看？毕竟以黄仁勋来说，他还是企业家，中国的市场还是很大。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中国做了很多的应用。那过去大家觉得可能 DeepSeek 也许是昙花一现，没想到现在中国政府要求他所有的下面的单位
要使用 DeepSeek 来做办公。那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或坏处呢？就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训练。那跟台湾比起来的话，或者是跟 OpenAI 比起来的话，它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资料可以去训练出自己的一套模型。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的话，大家想说，是不是因为军工的关系，所以黄仁勋不能卖东西到中国？那其实我觉得以军工，除了军工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智慧制造。因为你看他来台湾很多次的发表会，他就是在一开始是秀DigiTwin 数位孪生嘛，那再是造那个智慧工厂，那到现在上一次来是秀他的机器人，就那个 Jensen Thor。对。所以你看它其实是有一套的整个所有未来的我们的愿景，可以用到 AI 或者是用到他们家的产品。那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市场，虽然说子弹炮弹一响黄金万两，可是说真的，你在和平时代靠这个赚钱其实是比较务实的哈。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大陆自己做出它自己的一套系统或 AI 的话，也许没有 NVIDIA 那么强，可是问题是我就可以去慢慢取代黄仁勋的 NVIDIA。那还有一个部分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他们想要去突破，靠什么突破？很大一部分他们是用很多的记忆体跟很多的硬碟。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接下来硬碟跟记忆体的股票会大涨。其实最近已经看到 HBM 的相关的股价还包括整个这个市场非常的畅旺啊。好，10月初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 DeepSeek 它发布了 DeepSeek V3.2这个 EXP 的模型随后也看到了包括寒武纪还有华为、升腾这些中国大陆国产的晶片纷纷宣布适配。华为甚至还公布升腾910系列晶片的量产计划，在2026年的第一季呢就要推出升腾950P2。那么采用华为自己研发的 HBM 到2028年的第4季的季度的这个时候呢会推出升腾970。好，那么现在就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 AI， 它不只是一个单点聂老师，我们看到是它着重在整个生态系当然它也可以看到说供应链是一条非常广跟长的一个条链，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怎么看？我刚刚有讲，它整个中国的供应这个生态供应链已经非常的不能说这么的完整，但是这个基本上面面俱到了。那你不管在哪一个这技术研发，从最早从这个安徽3纵3横这个安徽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到甚至深圳的各个科技的这个发展，你要知道你看你从软体这个生成 AI 这个 DeepSeek， 你到这国产晶片，你不管寒武纪华为、升腾，我跟你讲这是非常特别的。中国想做什么东西呢？它就有可能会比一个它原来已经有的东西出现之后会追上你。美中两强的争霸，未来主战场仍然就会是在科技这一块。不过呢，现在不只是科技里面的晶片，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 AI 晶片华为先前喊出了，他们说在3年内希望要追上晶片的巨头辉达。不过呢，最近这个国外研究机构TechInsight 他们最新的一个拆解报告出炉，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他说他们拆解了华为升腾910C， 我记得看到的报道是如此说华为顶级 AI 晶片的核心组件目前仍然高度的依赖台积电、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的技术跟制造。那这个报告呢，似乎也是想透过这个报道呢，浇华为一盆冷水这个报告当然显示是说，华为在核心组件上面确实存在着短板，而且也暗示了华为在架构设计上的自主性可能还有一段路。好，当然华为呢，当然知道短板是存在的，所以他们才喊出3年追赶那所以这个3年是代表说他们预留一个战略的替代期嘛？这3年好好的想办法猛追上。那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陆老师，您觉得华为说在3年内他们希望能够追上 NVIDIA， 就是辉达他们必须先克服哪些难题？对华为来讲，这的确是它的一个战略性目标，而且3年追上是相当具有挑战性。但是9月18号，华为的这个副董事长，也是他的轮值董事长徐世金，就在他的全年接大会里2025里面，他大肆宣传他的这个计划。那他主要是有2个策略，一个就是超节点它的 Super Pod 来设计新一代的 AI 晶片。第二个，他用重级的方式，重级就是不断我一个晶片打不赢你，我用两个打不赢你，我用4个，叫一直的加，所以它可以加到15480个升腾系列的 AI 晶片来共同努力，作为它 AI 算力的基础。因为 AI
算力基础就在这个晶片。那晶片以它目前，它的确是落后辉达啊，只有说它可以做到辉达 NVIDIA H20的部分，它是可以做到，这没有错。但是它还没有办法赶上辉达的这个最先进的 H200、H100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晶片。那他最主要这次的论点是这样子，他觉得说，为什么以前微软有 Microsoft 它可以整个 Windows 系统统治了这个电脑，那 Apple 呢用 iOS 统治了整个的手机。他说，重点是在于这个生态系。他说，我们 AI 要建立一个生态系。那辉达利用它的 CUDA、Blackwell， 它现在建立它的生态系，所以我们怎么打不赢它。那这样子，我这个华为，我就把我的开源放出来，我邀请所有的前后链的供应链一起来加入我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共同来打这个3年之战，让所有有志于想要跟辉达拼的人一起来加入这个战场，来共同跟辉达打一场战。我想他的一个策略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单纯从晶片。如果单纯从晶片，它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出像台积电、三星目前这个晶片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这是它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 ，HBM 超高频的这个记忆体，它到目前也是没有办法做。以中国大陆现有的长芯存储也没有办法做出这个 HBM 这样的一个高速的一个高量的一个记忆体，这都是他需要面对。但是他说我做不到没关系，我就把很多的堆叠起来。他说我可以用一个堆叠，第二个我用网路，我的网路比你强大因为这个讯息还是要透过网路来传输，我用建立更高效的网路来赢你。第三，我还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政策支持，所以他用这3个想要跟辉达打一场3年之战。所以这也是我想继续问一下吴老师，就是说，华为喊出说3年内他们想要急起直追辉达当然这个是凸显出了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说你给我时间，我一定追得上。可是除了时间以外，因为现在美国联合了其他它可以影响的势力范围，去想办法在技术上要卡住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特别是晶片发展。所以技术上要先克服哪些难题呢？您觉得？补充那个刚刚骆老师讲了，9月18号徐志军讲这个华为的权力界大会，他讲得非常长，我也看了，那个资讯量非常非常大。但是我们除了关注他说了什么那些战略目标之外，还要看他没有说什么。其实没有说什么，就是你刚刚问的非常棒的问题。他到底要靠什么技术路径？他定的是目标嘛？那我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种不同技术路径。这个部分他其实没有讲那么清楚，当然也没有必要全部都告诉我们。那我们比较关切就是说，你要能够制造出晶片，你能够设计你能够写软体，能够怎么样设计完，你一定要最后能制造出来。那在你这个背板上面，其实有提到几个重要，他自己现在支援的那些晶圆厂。就真正要把晶片制造出来的这个晶圆厂很重要。这个晶圆厂不但要制造出这个所谓的晶片GPU 或者 AI 晶片，或者你叫 processor whatever，你不管怎么叫它，你要把这个晶片制造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你说长晶存储的 HBM， 不管是2、21或者是3，一直在迭代嘛。它在未来3年能不能做出来？因为要做出这个所谓的 AI 这么大一个 AI 的 data center， 或者我们把它叫 AI 工厂里面除了有晶片，包括 GPU 跟 CPU 之外，也要有高频存储的这个晶片，这2个都是晶片，要能够制造出来。徐志军这个部分没有讲很清楚，但是我认为他其实已经掌握了，有把握了。另外一个呢，每一个这么大的 data center 中间有很多的机柜，有很多的这个刚刚讲重集聚集起来之间要联系，这个联系这一点，这个华为蛮厉害，因为它用电跟光，就我们现在叫细光子或者细光的这种原理能够在中间的传输这个速度跟频宽加得非常快，速度变得非常快，用不是光电，还要用上光。那这个部分华为其实绝对不比 NVIDIA 差，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只跟你单独只比这一个晶片 processor，也不是只管这个 memory 的晶片，还包括这个重集聚集到以后中间的联系，这是 communication 或者 interconnection， 这个很厉害所以他把这些部分都能够有把握，他才可以让3年之后我可以追上你。但他没有讲是我更关心到底是哪些晶圆厂能帮他做呢？那这里面到底是不是已经有 DUV 呢 ？DUV 调制到什么程度，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这个伪做的技术？这个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特别要请教您 EUV 的问题包括 DUV 跟 EUV 那可是讲到晶片的部分，其实有一个现象现在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美国现在很头痛的是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晶片他们的市占率现在越来越大，而且呢，最新的研究显示呢，66%的美国产品都在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晶片。
这些晶片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成熟晶片。所以呢，中经院的分析师跟预估说，中国大陆成熟制程的晶片制造，渴望在2年内就会取代台湾，成为全球第一的市占率哈。成熟晶片虽然说技术门槛不高，可是呢，像是工业上的啊、汽车、家电啊这些非敏感领域哈，都用到这些成熟晶片啊，制成这些晶片。那中国大陆如果万一掌控了主导权跟话语权，垄断了全球在成熟晶片的供应链的话，那么未来美国对中国的先进晶片制裁会不会反而反过来被钳制住？所以我们先请周老师带我们看哈，成熟晶片在这个中美竞争下，它的重要战略价值是什么？好，这个因为讲到晶片，这个吴老师也是专家，我刚才这个节目之前我跟他请教了一下哈。这 CSS 的定义把成熟晶片定义成22奈米以上。那吴老师说，美国去设定的一个这个底线是14奈米嘛，所以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就是基本上14奈米，中国大陆大部分的这个晶片厂没办法制造14奈米以下。好，那不管如何，它是一个就是说已经算是，就是说虽然就算你定的那个奈米的尺寸不同哈，但基本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在这个手机啊，在这个汽车啊，或是说像这个互联网，就叫 Internet of Things 啦，就那这些东西它都是要用成熟晶片，所以绝大多数我们的生活所需的这些晶片是来自成熟晶片，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它会比这些先进制程的影响力还要大？因为它的面向非常广泛。对，第二个，现在讲到就是说，未来美国会不会变成完全高度依赖？刚才这个何荣兄提到了66%，事实上这个数字我看是可以有的讨论的啊，未必真的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制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产能到底有多大？其实专家是没有共识的，那这样当然前2年是说中国大陆大概占全球28%了，我认为这个比例一定很高，而且呢一定是不断还会增加，因为中国大陆它盖工厂速度也很快，所以它的成熟制程的产能不断扩大，这是事实。问题是大到多大，以及对全世界的影响，对西方国家市场影响多大，这就是一个问号。比如像说很多工厂盖出来，但是它到底能够生产多少片，它的良率如何，这个每一家工厂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本身能不能有一个精准的估算？你现在盖出来的时候，它是设定是说它能够产多少，可是因为这家新的工厂的产能，其他家的工厂可能也会调整，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后它真的是不是能够产那么多，以及产出来的良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到底中国大陆的晶片产能是多大程度满足了它国内的需求，然后以至于它可以外溢到全球，还是说它国内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有的认为说它已经在全球扩散了，就是说全球很多国家都是依赖中国大陆的这个成熟制程、成熟晶片来作为它主要的生产需要。对，但是也有的估计认为它只满足了它国内的不到20%，所以这个估算又千差万别。那因为它本身国内的这个电子产业或其他各方面产能也都很大，也都需要晶片。不过这个是凸显出刚刚吴老师也点到了，就是依赖的问题啊，就是当你这个比例越高的时候呢，未来被它钳制住了怎么办？所以，现在大家也在看说，未来就是变成是美中2个大的这个架构，就是说2大就分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个是美国制或者美国盟友制的，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刚刚苏老师讲那个最近研究，你说66%，也许应该稍微再研这个数字是指说送到美国境内的那些电子产品，可能洗衣机啊、微波炉啊，其实通通算进去，里面的成熟制成晶片有66%在中国大陆制造，是指这个意思。因为晶片是一个中间产品，它不是个 final 的 product， 所以说呢是放到很多别的产品里面的晶片。对，那中国大陆这个，所以你回到你刚刚讲外溢啊。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制造全世界各种的 devices， 它放在里面的晶片，它当然会外溢到外面去，是透过这个途径，而不是直接它出口卖到别的国家，你再做这个产品。所以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分析这个数字呢？是吴老师，我继续请教你啊，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成熟晶片哈，现在高阶制造这一块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被认为说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他们不断研发，因为他们现在这个DUV 啊，跟 EUV， 特别是 EUV 被卡嘛，所以呢，有一家公司叫宇亮生科技啊，是成立在2022年，在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这家科技公司，他们最近推出了新款的 DUV 曝光机。那一传出来之后呢，这个虽然说好，它还没有说办法做到 EUV 啦，但是已经被认定说可以支撑到5奈米的制程哈。这对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来讲哈，就是说晶片自主化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很令人这个
振奋的一个消息哈。是。那这时候也看到德国蔡司跳出来，他们就说呢 ，DUV 比 EUV 还重要啊。蔡司还说呢，美国的错误制裁让中国大陆成为市场的赢家啊。所以现在在 DUV 的研发突破上面哈，这个您怎么看？就是因为 DUV 是比较，所以 EUV 是更高阶的。目前在 EUV 的研发上，您的了解哈，中国大陆的未来要突破的点是什么？华为在深圳的新凯莱在发展 EUV， 然后华为支持的在上海跟上海国资成立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对宇亮生，它在发展 DUV， 而在今年年初这个 DUV 的原型机已经做出来，送到上海的中芯国际啊去做调试，这个调试可能要，我想至少要1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大半年了嘛，所以我想可能至少要1年才能做到你刚刚讲说不定努力一下可以做到5奈米，经过各种 double patterning 的方式，就重复曝光的方式。那如果真的能够运作顺利，可以量产这个机器本身，那就能够满足中国现在大概有50座晶圆厂都在盖厂，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去用同样的技术去往7奈米、5奈米，就刚周老师讲所谓的先进制程晶片这个领域去冲，那这个对全世界影响都很大。也能够像刚刚讲的满足中国国内自己的需求，因为光华为的手机就需要非常多的7奈米、5奈米甚至更小、更微缩的晶片，就要从这个角度讲。好，这是讯息本身。那回到刚刚讲蔡司说 DUV 比 EUV 重要，蔡司那篇文章我当然早就看了，它是按照全世界的市场来讲。所以如果你美国当初只想控制 EUV 不卖给中国，好，这好像错了，你应该连 DUV 也要一直限制，因为 DUV 所产生出来的晶片的总数，虽然它是成轴制程，好像没有那么 critical， 可是它的总数量比较大。结果你把这一片市场，因为你没有限制，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 DUV 的总量从 ASML 买去绝对超过1000台，如果加上其他的什么测量机啊、步进机老的、应该超过1500都有了呢。是。那最近去年前年有大量采购，所以量很大，它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把 DUV 的市场，因为有这么多 DUV 的 ASML 的这些曝光机或者叫光刻机，所以它就占据了这个市场。蔡司主要指的是这个意思。OK。但是我想一开始美国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个产业链真的是比较复杂，这整个供应链比较复杂。我觉得拜登那个时代，他的幕僚其实已经做了很缜密的规划，但大概没有办法看到这么远了。那等到这个现象出现，现在已经来不及了。